Hello，大家好，我是 Irene00，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有在关注我的朋友们应该会知道，其实我已经有超过1年的时间停更我的 YouTube 频道了。那其实这1年多的时间，我也没有在耍废啦，我就是还是一样很认真努力工作。然后其实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其实我现在人已经在英国，而不是在台湾哦。我是这个月，就是9月才来到英国，要去念英国留学硕士。所以我想要透过这支介绍影片来展开我这一整年到底在英国的留学生活会过得怎么样。这个影片我会从3大面向去跟大家做分享。第一个面向就是，如果你也是有潜在留学方向的人，可以怎么样去理清你自己的动机。那第二个面向就是，那当你已经下定决心就是要出国留学这一步的时候，要怎么样去计划自己、督促自己，然后真的让自己可以实现这样的梦想。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也会跟大家分享说，当我终于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目标以及梦想，来到了这个漂亮的外国城市之后，在心境上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是不是还是一样，就是那么的期待，还是会有一点小失落感呢？这个都会在这一次影片中提到。那第一个，你留学的动机是什么？不一定一定要是英国，像包含我自己，其实我的留学的这样子一个梦想是在我大学的期间就有。我在大2的时候有去印尼做了2个月的国际志工，其实这2个月的国际志工是让我整个更清楚知道说，有一天我就是想要跑到国外，然后比较长期的生活。我不知道，像有些人其实是休假，其实就会很喜欢跑去国外啊，不管是去旅游啊，去日本啊、日韩、欧洲、美国等等地方旅游。那我自己是发现说，诶，其实我并没有很喜欢当一个游客。也就是如果像我之前是有跑去日本，然后日本旅游4天，我就是感觉自己就只是一个观光客，然后每天然后再拍一些就是景点啊地标，然后4天就这样过去。可是我还是没有完全融入，不管是当地的特色文化，或是跟店员们交流，什么都没有，就这样结束了。所以在印尼的时候，我才发现说，与其是，与其只是跑出国旅行个几天，我更倾向是去一个地方长期的生活，认识到当地的朋友，然后真正的能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沟通，以及做价值观的交流。下一个就是动机呢，是其实出国留学这一个路，我会觉得其实非常可以拓展你的视野，以及让你思想跟价值观有很多成长，甚至是收获的一个阶段。像出国留学这一步，它其实已经不完全只是搬出家里了，而是你直接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城市，这个城市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朋友，所有的朋友都会是新的，不会说是没有朋友，可是这些朋友都会是可能一样跟你，因为都是这个年度要一起留学，所以才刚认识不久的朋友，或是你同层宿舍的国外的朋友，或是你同系有各种不同的朋友，所以这些，所以我觉得到了国外去念书才会，我觉得到国外念书是真正的让我跳脱舒适圈的一个方式。而且我自己的话，其实我是有一点点生活白痴，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如果把我放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可不可以自理打理自己生活的一切，这些都是我也不知道的，就是没有来，你也不会知道自己的潜力是什么，或是自己到底又有怎么样的能耐。那最后就是，其实我大学的时候虽然很明确有这样的梦想，是我想要跑出国留学，想要去看看。可是我当时也是跟自己说，我不想要大学毕业就马上跑出国念硕士，因为其实大学毕业都还没有正式的踏入职场之前，真的不会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到底对什么样的领域有兴趣。有可能你对某方面你以为你很有兴趣，可是当这个事情它变成是你的事业，变成是你职业生活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厌倦了。我自己在毕业后总共是有2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我只做了半年就离开了，那第二份工作也算是非常的幸运，我就进入到我很喜欢以及我理想中的职业方，也就是在百货业商场做规划以及品牌招商。所以我在工作4年后，也才来到了英国念硕士。我自己是觉得说，有
职场的经验后，其实你在不管是做事的态度啊，或是对于自己的要求上会比较高，可能是已经受了一些像社会的洗礼或者摧残之下，所以你会变得更现实，然后可能你的你的方向也会变得更有目标一些。那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面向的，就是那当你有很明确想要出国闯闯啊、留学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目标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开始准备你的行动计划，定下你的 timeline 时间轴呢？以及不管去哪留学都一样，你就是要非常的熟知说这个国家它的一般在硕士入学的申请的时程要提前多久就开始，一定要递出你的 application form，就是你的申请表，那跑流程。最后一步就是当你真的很明确，你已经都递出申请表了，再来就是等待的过程中不要心急，因为不要心慌。如果你还是要准备英文也，不管是雅思的考试的同学的话，那就是好好的读书吧。你一定要相信英国的 offer，你一定能拿到不止一个。你会觉得，如果要实现这样子的留学梦想方针的话，就是你要随时做应变，随时去修缮。不管是你的代办跟你说有你的 CV 有哪些的文法错误，那就是代办跟你讲之后，你尽量就是在3天内就把它改完成，这样来，然后避免掉拖延症。你发现你的雅思单科某项成绩非常弱，那就赶快去上单科的加强班啊！不管是你要去报名台面上的一些英文补教班，还是我们跟上现在时代的脚步，就是去上线上课程 Amazing Talk，包含我自己也是有用 Amazing Talk 补强我的口说以及英文写作。最后呢，这个影片就要提到说，当你终于拿到正式 offer，然后你的预算资金也都下来之后，不管是你是申请学贷已经申请核准下来，然后 Visa 也通过，到了打包行李这一步，其实整个心情来说是非常，我会觉得是有一点点忐忑不安，可是又很期待的。一方面是说，你知道你离这个梦想就只差一步了，也就是你就是安全的搭上飞机降落，这个梦想就开始启程了。像我虽然做了那么多万全的计划，可是还是很担心，就担心想说，会不会我到那边真的不适应？比方说，跟同学可能相处的并不是那么的愉快，然后到了当地才发现说啊，外国人真的歧视很严重，然后他们讲了各种英文啊，或是那种 British accent，你什么都听不懂，这个种种方面当然会非常担忧，然后甚至还会担心说啊，会不会我在读书的过程中突然物价就飙涨，然后英镑飞涨，飞到冲到可能50或者60，回到以前的那样子的标准，其实就是会开始想很多啦。可是另一方面，即使再怎么样的不安，再怎么忐忑，因为要离开所有的家人、朋友，甚至如果你有伴侣的话，都要变成远距离，这种种都会让你的心情其实非常上上下下。可是另一方面又是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你长久以来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呢，怎么能不开心呢？所以，其实在我从开始真的要开始打包行李，一直到坐上飞机的过程中，我心情每天都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开心以及失落。然后在飞机上也是真的开启了爆哭模式，哭到后来狂看，在飞机上还好，飞机上有电影可以看，连续看了4部电影，然后再加上一直狂吃飞机餐，这种种的新奇感，其实在飞机上还是会渐渐的去压上你的不安。我觉得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你会有很多好玩的事，很多可以去认识的朋友。可相对的，当你的选择太多的时候，也容易让你失焦。我们人其实都是在这个人生的长途道路上去追求每一个时段你想要达成的目标。当我们真的有把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达成之后，你的心以及你的脑又会开始去妄想下一个目标，因为现阶段的你已经达成了它，你会很开心，会很兴奋。可是呢，这个感觉其实它不会维持的太久。那以上其实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分享，其实也才过了2周，可我就感觉已经过了好久一样。包含我这2周居然从一个生活白痴
到可以自己打理我的3餐，然后还不会饿死。其实这个影片只单纯做一个我的整个心理历程的分享。下一个影片马上就要让你看到的是英国学校的 Fresher Welcome Week 以及课程的第1周到底都在做什么呢？所以下一支影片也是很精彩哦，你可能会有很多好玩的乐子让你分享。那说了那么多，也是祝福大家都能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会觉得没有说出去的人就比较厉害，这完全只是说只要你能掌控自己的生活的自主权，你就会过得非常的有意义，每天都会让你觉得很有精力。好，那我就这样，我们下次见。